美国的盟友们担心被台湾问题牵连，美国左右为难，预示结局不太美妙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，美国是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，而欧洲国家也在纷纷响应号召，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输血。美国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，又被西方看成是应对台海危机的预演。然而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的学者伊恩·亨利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印太区域的美国盟友都担心被台湾问题所牵制，没有人赞美美国表现出的实力，没有一个盟友希望美国的鲁莽或无能加剧紧张局势。这位作者认为，华盛顿的决策者本能地担心台海危机是对其国家声誉的考验。以威慑理论为依据的战略常识表明，任何软弱的表现都将鼓励对手发起新的冲突，并将导致美国盟友转向中立主义或者放弃与华盛顿的联盟。而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担心华盛顿可能无法履行其联盟承诺。大多数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认为，缓和以及和谈是解决台海冲突风险最审慎的政策，认为不值得为台湾地区冒很大的战争风险。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的事件发生后，美国的表现让区域国家感到不满。美国驻外大使馆准确地向华盛顿报告了这些盟国的观点，这些论点挑战了美国岌岌可危的国家声誉。由于美国为中国制造了机会，导致华盛顿认为其声誉岌岌可危，这有可能使地区的危机升级，甚至可能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。在紧张局势平息后，美国的盟友在如何最好的管控风险方面吸取了宝贵的教训。你可以理解为，佩洛西事件等于让中国给西方国家上了一课。美国要想维持其全球霸权，那么其国家的声誉仍然极其重要。虽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感到忌惮，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希望台海因为美国的挑衅而发生危机。美国总统拜登在表面上反对此次窜访，但是也有一些美国政客认为，取消访问将损害美国的信誉。结果，解放军用一场锁岛演训，证明美国的信誉遭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损失。澳大利亚的学者认为，如果美国的国家声誉需要强硬来维护，那么美国的盟友应该会欢迎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对抗的任何迹象。但是，美国的盟友们认为，此次访问是一次不必要的升级，无助于加强台湾的安全和地区稳定。一位日本专家形容它对我们没有战略利益，而一位澳大利亚评员则谴责它是一场不必要的危机。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希望由于美国的鲁莽而加剧紧张局势。不仅是中国的行动，还有拜登的失态和华盛顿的政策演变，正在侵蚀支持现代中美关系的微妙协议。这场危机发生之后，由于该地区没有人赞扬美国表现出的实力，这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，历史和近期的发展都表明，美国传统的声誉和观念极具弹性。华盛顿这次在与中国的较量中输了，而且呢，对美国的声誉影响是严重负面的。澳大利亚的学者认为，美国的盟友需要直言不讳，以便让美国的政客能够做正确的事儿，而不是与之相反。从这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观点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美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那一套，在台海地区是不受欢迎的。由于中国掌握着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，而美国为了遏制中国，又不断的出乱招，甚至出蠢招。这么搞看起来好像在展示美国的强硬，或者是为了维持美国的信誉。
结果却完全相反。而中国正在抓住机会，将美国定性为麻烦的制造者。台海危机的出现，也让美国的盟友感到不满。最终，这些国家会将责任推到拜登政府身上。所以，台湾问题虽然是美国的一张牌，但是如果美国乱出招、出蠢招，最终就会变成美国霸权衰落的加速器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